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00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在波兰的西南部一条远离城市的小河里，3个渔民发现了一具男尸，双手反绑在背后，脖子上套着套索。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姿势，因为微小的动弹都会使绳套更紧。受害人身上伤痕累累，仿佛遭受过某种酷刑，肺部有溺水的迹象，意味着他可能在被丢入水中时还活着。警方因此断定这个人是被谋杀的。这位受害者高个子、黑头发、蓝眼睛。警察对比了近期的失踪报告，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很匹配，那是一个35岁的商人，咱们简称他为 DJ 吧。DJ 的遗体经过家人的辨认得到了确认之后，警方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蛙人跳入冰冷的河流中搜寻证据，法医专家对案发地周边的树林进行了搜索，警察问询了他公司的几十名同事，并调查了 DJ 做生意的文件材料等等。然而这一切却一无所获。DJ 和妻子的关系正常，没有巨额债务，没有结怨的仇家，没有犯罪记录，人人都说他是一个温和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商人，怎么就被做掉了呢？ DJ 和妻子结婚多年，本来已经打算领养一个孩子，迈入人生的下个阶段了，可是没想到就这么被残忍的杀害。而一晃6个月过去了，警方的调查却没有任何进展，案件只好被转到了冷案组。此时本案的男主出现了，38岁的 Jacek， 他是冷案组的一个探员，体型高高大大，一张粉扑扑的大肉脸，配上隆起的啤酒肚，别说什么神勇干探，看上去甚至有点笨拙。可是他却有着鲜明的天主教徒的善恶观，喜欢追捕罪犯，业余时间还在一所大学进修了心理学，以了解犯罪心理。Jacek 仔细研究了病理学家的报告和犯罪现场的照片，他认为案件的残忍程度表明凶手对受害人怀有着深深的恨意。此外，受害人几乎被脱光了衣服，这种行为是凶手有意在羞辱他。而 DJ 的信用卡在案发后就没有被使用过，这也不像是抢劫杀人一类的情况。Jacek 仔细阅读了警方的调查卷宗，发现案发后 DJ 的手机一直没找到，而他的手机号自从他失踪后也没再使用过。但是根据手机的序列号， Jacek 很快发现了一个线索，那就是在 DJ 失踪后的第4天，这部手机曾经在一个叫 Allegro， 类似于是波兰淘宝的网站上出售过。卖家登录的身份呢叫 Chris B， 真名叫 Christian Bala， 30岁，一个波兰的18线小作家，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说，名叫 Amok。 这本书不看则已，一看之下，此人的嫌疑是直线飙升书的风格颓废又阴暗，情节简单来说就是主人公是个变态，他无缘无故杀了自己的情人，而且呢还没被发现。关键是里面描述的捆绑手法跟真实案件中受害人 DJ 被捆绑的方式是一模一样。另外小说里凶手的名字就是 Chris， 和网上拍卖手机的名字也是一致的，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种简单的巧合。难道这个作家就像电影《本能》那样，是在通过杀人来给自己寻找创作灵感吗？案件到这里仿佛露出了一丝曙光，但是奇怪的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谋杀案的凶手拿着受害人的信用卡不刷，却在网站上出售受害人的手机，这说不通正当警察想要找到此人探听虚实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经移居国外，联系不上了。于是这个 Christian Bala 就成了案件调查的重点目标。此人究竟何许人也呢？他1973年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工薪阶层家庭，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兼职出租车司机。尽管家境拮据， Christian 还是进入了波兰著名的弗罗茨瓦夫大学攻读哲学。本科期间被认为是哲学系最聪明的学生之一。考试前一天晚上，大家都还死记硬背临阵磨枪的时候，他却在外面喝酒狂欢。等到第二天披头散发宿醉着出现在考场，却总能得到最高分。 Christian 深信尼采的论点，即没有事实，只有解释，以及真相是被我们忘记的幻觉。为了自娱自乐他开始编造一些关于自己的神话，比如他在巴黎的冒险与某某同学的浪漫爱情并试图让朋友们相信这些是真的。按理说这些不切实际的谎话很容易被拆穿，不过可能是他编瞎话的技术越发娴熟，
也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总有个把人信以为真。慢慢的，人们也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的。甚至有传言说没有哪个女人能抗拒他的魅力。1995年，不顾父母的反对，大学还没毕业的 Christian 和高中时期的恋人 Stacia 结婚。1997年呢，他们的儿子出生。那一年，他以最高分从大学毕业，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虽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但他为养家糊口，很快就离开了学校，开始经营一家清洁公司。他还出现在了一部有关波兰年轻商人的纪录片中，名为《年轻资本》。Christian 看上去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放荡不羁，在纪录片中他自嘲现实狠狠地踢了我一屁股。然而 Christian 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赚的钱都被他挥霍了。到了2000年，公司破产，他的婚姻也走向破裂。据妻子说离婚也并不是因为他公司破产，而是因为 Christian 有了外遇。不管是因为什么吧，与妻子分开后呢 Christian 心灰意冷地离开了波兰，去过美国，后来又去了亚洲，在那儿找了个英语老师和潜水教练的工作，并且开始集中精力创作小说 Amok， 并于2002年完成。书中主人公 Chris 固执地认为没有所谓神圣的存在，也没有什么真相，因为真相呢往往会被叙述所取代。在他的妻子发现他和自己的闺蜜上床之后，果断离开了他。在那之后， Chris 便开始了和一个又一个的女人上床，从麻木到受虐施虐。最后呢 Chris 彻底否定了所谓的道德纲常，并亲手勒死了他的女朋友。由于小说的内容太过令人震撼，波兰很少有书店出售这本 Amok， 而少数有售的书店则把它放在了最高层的书架上，避免被儿童看到。一些评论家称赞 Amok 是幻觉的杰作，然而大多数读者认为这本书就是垃圾。克里斯汀自己估计Amok 一共就卖出过几千本，但他依然相信这是当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作为天主教徒的警探亚茨克看完这本书心中是10000头草泥马奔过。这本书已经模糊了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界限，像是一本彻头彻尾的自传。DJ 的谋杀案跟小说的作者必有关联。亚茨克还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小说中的受害者是一名女性，被害时呢脖子上套着套索，被一把日本刀刺伤。在谋杀案发生后，小说里的主人公 Chris 就说我在互联网上卖出过这把日本刀。而这一点与 DJ 一案网上卖手机的情节是惊人的相似。亚茨克的直觉告诉他，克里斯汀就是杀害 DJ 的凶手。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亚茨克和同事们决定守株待兔，因为只有克里斯汀回到波兰，警方才有可能逮捕他。但是如果单凭作家写了一本小说，情节跟现实中的一起凶杀案有着相似之处，是很难给作家按上嫌疑人这个罪名的。目前的证据和动机呢，距离破案还差了108000里。说到证据目前有用的只有一个可以把克里斯汀和受害者联系起来的手机。于是2002年的2月，波兰电视台一个叫997的节目播出了一段专门讲述 DJ 遇害的片段，呼吁公众帮忙破案。节目在其网站上呢还发布了有关调查进展的最新消息，并征求线索。这个其实是一招引蛇出洞。亚茨克跟他的手下仔细去分析观众的反应。几年来有几百人访问过这个网站，他们来自遥远的日本、韩国和美国。然而警方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线索。但是当亚茨克和电信专家查看克里斯汀在网上以这个 Chris B 的身份活动的记录时候，发现在 DJ 被绑架的前1个月，克里斯汀在网站上点击了一本名叫《意外、自杀或者刑事绞刑》的警察手册，里面就描述了绞索的各种技法。2005年的1月，通过对电子邮件的监控，警方得知克里斯汀要回波兰了。克里斯汀在后来的一份声明中描述了2005年9月5日他返回家乡后发生的事情。他说他遭到了3名男子的袭击和绑架，为首的那个人个子高大，肌肉发达，有粉色的大肉脸和隆起的大肚子。3个人强行把他塞进了一辆深绿色的车里，并且把一个黑色塑料袋套在他头上。绑架他的人呢殴打他，声称要挖坑把他给埋了。最终他被带到了一栋楼上的小房间里，3个人扒光了他的衣服，并开始审问他。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警方拘留了。而亚茨克告诉媒体，克里斯汀所说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警方使用了标准程序来逮捕他，从未使用过暴力。说到这里啊，咱们 M2 的粉丝应该看得出来，这波兰警察也太二愣子了吧，靠现有的证据就抓人啊，说好的不打草惊蛇呢？果然 Christian 那边也表示，这帮警察给我整蒙圈了都，这太 crazy 了，他们把我的小说当成了我的自传，我压根儿不认识什么 DJ 啊，我对这起谋杀案是一无所知啊。哦，那受害人的手机你是怎么得到的呢？这其实啊是警方唯一的一张牌。 Christian 说，什么手机？这个手机我哪记得，5年前的事了吧，我从当铺买了一个二手的，我经常淘一些二手货，如果觉得不好用呢，我再放到网上卖了。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啊， Christian 同意接受测谎。在测谎过程中啊，则发挥了他潜水教练的优势，每次回答问题啊，都像潜水员一样放慢呼吸。测谎考官啊，明明知道他在拼命控制，但是也拿他没辙。结论就是测谎没有定论。在波兰啊，嫌疑人被拘留48小时后，如果拿不出证据提出指控，警察必须放人。Jacek 虽然倾注了2年时间研究案情，但是面对薄弱的证据，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Christian 被放走。不过当他翻看 Christian 的护照时，他发现上面的出入境盖章基本都是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还记得电视节目997的网站上记录了所有来自这些国家的页面浏览吗？ Jacek 把这个 Christian 在每个国家地区的居住时间和页面浏览的时间进行了对比，日期竟然非常匹配。换句话说，Christian 可能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997节目关于案件的更新。可是因为没有证据被警方释放，这回可算轮到 Christian 支棱起来了。他向当局提出控诉，声称遭到了警方的绑架和酷刑。我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太小瞧我这个先驱派文学家了吧？那个粉红大肉脸叫什么名来着？对我绑架、严刑逼供，怎么算？朋友们不要忘了，这个 Christian 的书卖的虽然不多，但粉丝嘛还是有几个的。其中一个女粉就代表所有粉丝成立了一个后援团。美国的一位戏剧导演也发声支持 Christian， 他认为 Amok 一书语言和内容都非常强大，有几个隐喻是反对天主教会和波兰传统的。波兰警方呢之所以实施残酷的审讯，那其实是宗教迫害。一时间波兰司法部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读者声讨的信件，要求对以警察 Jacek 为首的冷案组进行彻底调查。在声讨的声浪中，波兰当局对 Christian 的虐待指控展开了内部调查。几个月后，调查人员宣布他们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相反，他们认为 Christian 这么歇斯底里的指控是在为另一个创作准备素材。正如他所信奉的尼采的言论，真相是被我们忘记的幻觉。这一波三折之后呢， Jacek 警探并没有停止对 Christian 的调查，他和手下一直在试图接触 Christian 身边的人，希望得到更多的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呢，这个作家生活中更黑暗和不堪的事情开始浮出水面。一位朋友回忆说1999年和2000年期间， Christian 的生意和婚姻都崩溃了。他开始变得举止粗俗，有时候莫名其妙的会脱掉衣服来彰显他的男子气概。和妻子分居后呢，他仍然对妻子有占有欲和控制欲，并查看他的手机。2000年的新年前夜派对上，也就是 DJ 尸体被发现几周后，Christian 认为一个服务员正在向他的妻子示好，于是他疯了似的尖叫着说要给他好看，反正他已经对付过这样的人了。种种迹象更让Jacek坚信自己的判断。功夫不负有心人，Jacek和他的团队终于发现了受害者和嫌疑人之间的另一个关联。Christian 的妻子 Stasia 的一个闺蜜告诉警方，2000年夏天，她和 Stasia 一起去了一家名为野马的夜总会。跳舞的时候呢，她看到 Stasia 正在和一个长头发、蓝眼睛的高个子男人说话。后来这个闺蜜又在镇上认出了这个男人，想必看视频的柯南同学们已经猜出了他的名字，他就是本案的受害人 DJ。 这个发现可太重要了，原来 Christian 的妻子 Stasia 认识被害人 DJ， 那这就把受害人和嫌疑人直接串到了一起。可是 Stasia 却拒绝和警方合作，也许是他害怕前夫报复，也许是他相信了 Christian 所说的
警察在迫害他的说法。可是咱们的 Jacek 当然不会就此放手，他再次接近 Stasia， 还带去了 Christian 的那本小说 Amok。 这本书啊，其实 Stasia 从来就没有仔细看过，而在看到书中妻子的角色和他惊人的相似之处后， Stasia 感到非常不安，终于同意配合探员。他承认啊，自己的确在野马夜总会认识了 DJ， 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们聊了一整晚，后来约会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但是在发生关系之前， DJ 承认了他已经结婚了，于是 Stasia 叫停，然后就离开了。 Stasia 说啊，在他与 DJ 的这次约会之后的几周呢， Christian 酒后愤怒地找到他，破门而入并殴打了他。他大喊自己请了私家侦探，什么都知道。他知道 Stasia 和 DJ 去了哪个酒店的哪个房间。后来啊，当 Stasia 听到 DJ 失踪，他问 Christian 是否与他有关，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后，也就没有继续追究。他认为老公虽然行为粗暴，但不至于会杀人啊。这个谈话对 Jacek 来说可非常重要，他终于理解了小说 Amok 最后一行的含义，这是被盲目的嫉妒所杀害的人。由于妻子的证词，2007年2月22日 Christian 再次受审，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检方在法庭上展示了 Christian 电脑中查获的文件，他以图文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与70多名女性的关系。一位心理学家作证说啊，每个作家都会将自己个性的一部分融入到他的艺术创作中。小说中的 Chris 和被告 Christian 都具有虐待狂的特质，而随着审判的进行，对 Christian 不利的证据越来越多。但是核心的那个问题是，压根儿没有人证看到他绑架谋杀 DJ， 也没有人看到他处理尸体。说白了就是证据很薄弱。而 Christian 的律师也表示啊，这检方的控诉啊，就是在编造故事，比小说的情节还荒诞。这个时候呢，媒体的报道也是铺天盖地，人们津津乐道于这起比小说更离奇的谋杀案。十分讽刺的是，自从 Christian 被捕后，他的书从无人问津到轰动一时， Amok 几乎在每家书店都销售一空。而早在被捕前， Christian 已经着手准备他的第2本书，也就是 Amok 的续集。警察在没收的电脑里发现了这本书的构思，而他们吃惊地发现 Christian 正在收集前妻 Stasia 新男友哈里的信息。哈里单身，34岁，他妈妈在他8岁时去世了。他在铁路公司工作，可能是一名火车司机，但我还不确定。警方怀疑啊，哈里很有可能是 Christian 的下一个目标。9月初的时候，案件提交给陪审团审理， Christian 就再没有出过庭。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相信法庭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免除我的所有指控。然而最后法官的判决是 Christian 有罪。听到这个消息， Christian 对采访他的纽约客专栏作家 David Graham 表示，我他妈就是个作家呀，因为写了一本书而被判入狱25年，这太他妈荒谬了。于是入狱后啊， Christian 便提出了上诉，上诉法庭也认为证据链存在漏洞，疑点很多，于是案件被发回重审。保险起见，重审期间继续关押 Christian。 时间到了2008年12月份， Christian 一案重审开庭，而结果呢却没有改变，他仍然被判有罪，继续25年的刑期。2008年，纽约客作家发表了这篇关于 Christian 的故事时，用的名字是 True Crime 真实犯罪。这个故事呢后来也被拍成了电影，名字叫 Dark Crimes，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找来看看。你也可以把对电影以及本案的看法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一下。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